欢迎来到丽声国画小课堂。咱们首先看过来啊，咱们用的是咱们最大的笔，最大的7号笔，然后咱们就要调色了。首先调一点点咱们的藤黄，然后呢调咱们的这个花青色。今天看过来跟着咱们来调色了啊。好，这是咱们第一步。第一步调色调完之后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作画的步骤。现在呢，你看我调一下，调完之后笔尖上来墨汁啊。那么墨汁揉一下，揉到咱们这个毛笔的1/2处。好，这是第一步。然后咱们要怎么了啊？咱们就给它叶子洒水了。那么现在看过来啊，咱们要给哪里画叶子，咱们把水洒一下。那么现在我毛笔上再蘸一点点墨色。今天第一个叶子咱们要画重一点了啊。今天咱们第一个叶子要画重一点。那么笔揉一下，揉一下以后啊，看过来，咱们第一笔从哪里走？我今天啊，那么就是墨色比较重了。第一个，你看，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笔从这里走，第三笔我再揉它，那么大家看到咱们一个重重的叶子就出来了，是不是？现在笔尖上再来墨色，因为荷叶啊，咱们画的时候要把它的这个外形，大家知道它是一个伞状的。那么现在你看我笔肚上撑的时候，是不是颜色就淡了？对，现在笔肚上颜色就淡了。那么继续，你看，再走。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叶子，它大概有一个造型出来了。现在咱们笔肚上水不够了，你看刚才调的这个类颜色，我稍微给它沾一点。对，沾一点以后呢，笔尖上继续看过来。那么咱们继续看过来。在这里的时候，看这一笔要从哪里走？我要从上稍微粗一点。对。那么让它这个叶子呢有一个变化，你看，那么到这里笔锋又干了一点，是不是？咱们再继续给它加一点水，看笔根上加一点水啊，让它稍微润润的。那么下来再继续笔尖再来重颜色，重墨。我这里再给它走了啊，你看今天的这个画一个正面的叶子。正面的叶子是不是？所以说正面叶子画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就看到，关键是揉笔，你看笔尖怎么去揉它，让它这个笔锋呢，对，侧锋，你看侧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叶子，这个叶心的地方，是不是通过咱们这个抻呀？你看，我再把它抻一下，好，再抻一下，大家看到了，咱们这个一个大的叶子，咱们就出来了。那么到这里啊，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哪里的颜色不够，你看我们还可以再给它加一点点笔根上再加一点水，那么再揉它一下用重颜色，你看我觉得哪里不够，看我还可以看再加它一下，都可以的啊。这个就是咱们在画叶子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大的叶子就出来了大的叶子出来了，是不是哪里变化不够，看稍微给它点一笔都可以。那么今天这是咱们画的第一个叶子。今天的叶脉，你看我就可以怎么去做我直接看用刚才咱们这个笔，看点它的叶脉信息，然后呢，看可以走它。所以说我今天都没有换笔你看就是用这个大的笔锋，你看压一下，那么走。好，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一个叶子是不是就基本上出来了？今天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就是大协议第二个叶子，这是一个正面的叶子。好，我现在在这里，咱们再画一个侧面的叶子。现在呢，笔尖上是不是稍微发了灰一点点，灰绿色了？因为刚才的毛笔上还有一点墨汁，所以呢，现在咱们这个颜色呢，稍微就带了一点点灰灰的颜色。你看笔尖上我给它调一点墨汁。那么这个颜色调的时候就没有在这重墨里边了所以呢，在这边的淡墨里边，就是刚才洗毛笔的这个水也，我再把它洒过来，你看，就是刚才洗毛笔的清水。咱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叶子，那么第二个叶子笔尖上的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再揉一下。那么这一笔从哪里走？这边你看我要从这边走了，你看，那么自然这个叶子它就淡了。咱们今天这个叶子呢，画一个侧面的，你看，我用笔尖看笔尖揉一下，你看笔根稍微抻一下，
对，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叶子是不是又有了变化了啊？那么继续啊，看笔尖再来一点墨汁，那么我让它这个叶子呢也用一个大长长的变化，你看，这就是根据咱们的画面了啊，根据咱们的画面。那么笔肚水不够了，咱们蘸一点水，然后继续。好，我继续，你看，让这个叶子呢垂下来大一点。笔尖，笔尖走。那么到这里，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叶子是不是一个侧面的？你看，我再用笔肚的地方，我把它扫一下，看过来啊，这个就是咱们画这个侧面的叶子。你看，稍微给它抻一下，笔尖抻一下，那么大家也看到咱们有这个叶脉的形式了，这个就是颜色要比这边淡得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那么怎么去画这个叶子。这一步的时候啊，再看过来啊，这一步咱们还没有画完啊，咱们还没有画完。今天只是第一步简单的叶子啊，简单的叶子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步。好，那么现在咱们看到了咱们上面留的地方啊，咱们就是画咱们花头的地方。那么先让咱们的叶子稍微干一会儿，咱们给它再上一个颜色。这个叶子咱们给它稍微撒一点点黄黄的颜色。我拿了一个表笔啊，4号笔，咱们的5号笔都可以。那么你看，我这里就要给它，你看撒一个绿绿的颜色了，带一点点黄绿色，因为这个叶子呢稍微扫过来了，是不是？你看，也是用侧锋，我轻轻的给它撒一个黄颜色。那么这个大叶子咱们怎么办啊？大叶子我给它要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山绿色啊，咱们加。那么现在看过来啊，咱们加了一点点山绿色。对，这个山绿色加到哪里？看过来，加到咱们这个刚才调的藤黄和咱们的这个花青色里边啊，稍微给它来一点颜色。对，我这个颜色要哪里了？你看，我给它蹭一点啊，那么让这个颜色的叶子呢，就是一下子就绿了，是不是？现在看过来啊，咱们给它一下子就春绿了，笔尖上再来一点点深绿色啊。那么现在大家可能看到说，哎呀，今天这个实色这样就上去了，你看，让它继续。那么这个实色上去以后啊，这个为什么给到第一遍千万不能用这个颜色啊？第一遍千万不能用这个颜色。那么实色。咱们画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画泼彩的时候啊，画泼彩的时候，那么这个实色呢，它就会浮到上面。所以今天啊，你看黄颜色叶子我没有用实色，而这边的叶子咱们就用的是实色，是不是？那么现在你看珠标色、大红色、曙红色，咱们再来一点点咱们的胭脂色啊。今天和大家再分享一个红河的画法。现在咱们用的这个笔是5号笔。那么现在看过来，我要调色了。那么第一步一定注意啊，今天这个调色可是非常关键的。首先看过来，先调一个珠标色。珠标色调完之后，要调到哪里？这个珠标，你看我专门给它拿了一个细毛笔啊，一个细毛笔，就是让大家能看到这个颜色的变化。今天啊，看。第一步，咱们这个珠标色要调到哪里？调到咱们笔肚的地方和笔根的地方啊，我压一下。那么这一步调完之后，看过来，全部是不是调到咱们笔根和笔肚了？那么下来就要用什么颜色？大红色了啊。那么大红色调到哪里？调到咱们笔肚的地方。刚才是到笔根了，这一步就到了笔肚的地方。所以今天啊，看过来咱们调色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调完之后，你看到了咱们的这个笔肚的地方了，咱们继续看笔尖上来一点点咱们的曙红色。对，笔尖上现在是曙红色。好，那么下来咱们就要开始画花头了啊，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花怎么画。那么这里我先从最前面画，你看。怎么用笔？现在就到了咱们怎么用笔了啊！你看笔尖，第一笔压一下，然后第二笔，那么大家现在看到一个花瓣是不是出来了？你看笔根是刚才大家看到咱们是珠标色，好，现在咱们继续啊，继续看过来看，这里再侧锋压一下，你看笔尖稍微旋转一下，
又一个红颜色的花瓣出来了。那么咱们再继续啊，给它前边看，前边的花瓣我给它画的宽一点啊，那么让它这2个花瓣呢，你看宽一点。现在咱们再继续看一下荷花的造型啊，你看这里再来一小笔，看压一下，笔尖稍微旋转一下。那么继续到后边啊，颜色不够了，咱们再继续后边的时候看颜色就可以稍微淡一点，是不是？那么现在你看我压一下，侧锋旋转了一下，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了？好，那么继续看过来啊，你看啊，笔上水不够了，咱们沾一下刚才的珠标色，是不是沾一下？那么继续啊，我在这里你看，因为红荷啊，咱们跟它开得很娇艳。那么你看这个花瓣呢，我又稍微拧了一下。好，笔尖上再来一点点咱们的这个曙红色，你看这里给它来一个小的花瓣。那么我点了一下，是不是？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这个红荷，你看一下就出来了，漂亮不漂亮？一个红颜色的荷花。哎，咱们现在呢，你看是不是？我再把它压一下，压一笔都可以。那么现在一个红荷出来了，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这是一个头草上面的红荷，对，头草上面的红荷出来了。现在咱们看一下第2个红荷，继续调它啊，因为红荷它非常娇艳，大家也看到了咱们调色的过程。那么现在咱们给它刚才的这个颜色里边只稍微加一点水就可以，看笔根的地方，咱们把刚才的珠标色看再沾一沾。我加了一点水，在珠标里边加了一点水，那么下来再到咱们的这个曙红色了，是不是？那么曙红色调一下，调到咱们这个大红色调到咱们笔肚的地方，这是刚才的大红。那么笔尖再来一点点曙红色啊，再来一点曙红色。那么现在再看过来啊，咱们再继续上边咱们再画了，我在这里再画一个，你看1笔2笔，我只需要压一下。那么现在你看继续，你看1笔再压一下，是不是？那么又一个，看这个就是到后边这个花的时候啊，颜色就给它看水稍微多一点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调色的时候了。你看水稍微多一点，笔尖来一点点曙红色啊。那么你看我这里又给它，你看这个花瓣稍微低一点点，是不是？那么低一点点，让它这个花瓣呢有一个穿插的过程。你看大家看到咱们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漂亮？一个红颜色。那么继续啊，让它再走。你看我红，笔尖往外看到了吧？然后看笔根由里边稍微给它压一下，这就是1笔。那现在呢，你看再1笔，我给它点一下。好，那么你看今天啊和大家就是分享红荷的画法。那么大红的荷花，你看咱们怎么去画？这里我给它稍微压一下。好，笔尖上再来一点水，那么压一下就可以啊。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红荷非常漂亮的红荷，我把这个花瓣啊，让它再给它抠一点啊。那么再抠一点，你看笔尖上，你看旋转一下就可以，是不是？笔根压一下。那么大家看到了红颜色的荷花漂亮不漂亮？现在你看。我这里再给它画一个什么？画一个咱们的小小的，让它再有一个莲蓬啊，一个花苞。你看花苞画的时候，你看点一下，笔尖往右旋转一步，然后下来，你看再点，那么再压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是一个红颜色的花苞就出来了。在这里还可以给它再点一个小小的花苞，让它露出来一点点。那么现在看到最重的是咱们这个。正对了这个红颜色的荷花，是不是颜色非常鲜艳？那么下来就是后边的，我现在用的4号毛笔啊，我要调色了，调一个什么颜色？再看过来，咱们这个啊要用一点点的太青蓝。那么先调咱们的这个藤黄色，看过来啊，先调藤黄色，藤黄色调完之后。笔尖上来一点点太青蓝，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咱们这个是一个绿颜色的，是不是啊？绿颜色的，你看我再把它调一下。那么先调的这个就是浅绿色，浅绿色调完之后，笔尖上来一点点太青蓝，
现在咱们看一下莲蓬怎么画。你看今天的莲蓬，咱们就很简单了哈。笔尖上调的颜色，我再调一下。你看，笔尖上是咱们的这个太青蓝，所以呢，这个莲蓬的边边它就会有一点点绿绿的颜色，是不是？这个颜色要搅匀啊，把它。那么这里你看，这个莲蓬我就稍微画大一点。那么点了一下，那么下来再看上边啊，这一笔我再给它画上边的莲子了莲蓬，你看，在它这个空的地方啊，咱们把它点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把莲子的这个莲蓬的形状啊，你看就在咱们的这个花苞的心心啊，花苞的心心。那么我点了一下红颜色。咱今天的这个荷花呢，也可以有一个勾线啊。勾线的时候拿咱们的2号笔，这是咱们的2号笔。那么用什么颜色啊？现在咱们再继续看一下，咱们大写意的红荷也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个。那么用咱们的烟紫色，我调一下，你看笔尖上烟紫色，调完之后，我在这个把笔根多余的水，你看笔根多余的水怎么办？沾一沾，笔根多余的水咱们沾一沾。这时候从哪里勾啊？现在大家看过来，你看压一下那么今天这个就是说勾线的时候，从咱们的花瓣的尖尖可以勾。笔尖上是一点点烟紫色，我呢从咱们每一个花瓣的尖尖走你看压一下，你看现在就要看我勾线了那么你看钉头梳尾。你看，压一下，那么上边这个脉线的时候你看可以很简单，点它。那么这是一个花瓣的勾法。现在再继续记着你看压一下，你看提一下，那么。每一个线条就是勾的时候，就是少带钉头梳尾。对，我现在你看，继续勾它，从这个花瓣尖尖一定是从花瓣尖尖，你看，勾它，不要把这个线一定不要勾得太死，很灵活的，你看，那么现在咱们每一个都把它勾到，你看每一个都把它勾到。你看，这有时候留一点点这个飞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就是咱们在绘画的时候也会给大家说，留一点点飞白，不仅仅是叶子，那么花头也可以留一点点飞白。你看，点它，你看我点它，你看专门留。我给大家也刚才说了，画的时候看留一点飞白的。我一个一个点我这里你看，压一下，笔尖压一下，一定是笔尖压一下你看，这个侧面的时候勾的时候，那么这个脉线它就有侧面的方向，你看，勾它。好，勾出来之后，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看什么了？看咱们的这个莲子部分怎么画你看我把毛笔洗干净然后咱们加一点点什么颜色？你看现在咱们看过来橙黄色，我在里边再加一点什么颜色？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山绿色。你看，给这个颜色里边再加了一点点的山绿色。好，现在咱们点莲子了。那么今天这个莲子呢，你看我就点的和平时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咱们今天的莲子看过来怎么去画它？稍微加一点太白色，那么只需要点它一下就可以在一个莲子点的时候也不要很圆，对，那么就是你喜欢。多多少少这个就是大家根据咱们的画面，你想画多少都可以。你看，这是第一个莲蓬的莲子，
那么第二个莲子呢，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变化都可以啊。咱们可以用一点点鹅黄色，加一点点鹅黄色，给它有一点点变化。我稍微给它加一点点鹅黄色。那么，看第二个莲子，咱们给它再点一下。所以说，这就是在调色的时候啊，大家注意一下。让它有一个变化，你看这个莲子稍微看不到的地方，咱们也可以把它画一下。笔尖点它啊，笔尖点一点点。那么现在莲子咱们点好了啊，画什么了？咱们把莲子它的尖尖还有它的窝窝。那么这一步画莲子尖尖的时候，用一点点的胭紫色，看拿小号笔啊，我现在拿咱们的小号笔，胭紫色调完之后，那么现在看过来啊，再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花青色。所以说这一步啊，不要加墨色，不要用墨色。那么我要点什么了？点咱们每一个莲子的尖尖，看。点它的尖尖，没有加墨色啊。画完之后，你看，再把它莲子的圈圈画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因为是大写意，所以呢，也不要画的太复杂了啊。咱们莲子的画法、莲蓬的画法，在咱们课程里边比较多。继续。那么上面也一样啊，上面咱们给它也点一下。点的时候注意一下方向就可以啊。那么点这个莲子的时候，咱们就注意一下方向。好，现在咱们把莲子圈圈。好，那么现在看到了莲子的圈圈就画好了。继续把蕊丝点一下。画蕊丝的时候，仍然用咱们的3号笔。我要调一点什么颜色了？咱们把咱们的这个太白色在笔尖上调一点，调到哪里？调到咱们刚才的这个藤黄色里边啊，看，调到藤黄色里边。对，那么现在呢，第一笔颜色啊，我要点它的蕊丝了。看，先调完之后。这个就是调的时候颜色水要少，然后笔尖再来一点点太白色。那么咱们一个一个和大家分享啊。你看，点的时候看过来，1笔、2笔、3笔。那么这是一个小的蕊丝，让它一组一组的画啊。那么继续看过来，咱们这边，那么就要点它的蕊丝，再继续下来，笔尖上啊这个。白颜色，把蕊丝，你看，今天再点一下。今天啊，看过来，咱们点这个蕊丝，因为是红颜色的荷花啊，咱们把它画的很娇艳。那么大家现在看到咱们这个蕊丝是不是很亮的蕊丝？你看这里再点，这点的时候啊。一组一组的去点它，上面的蕊丝再看过来，咱们上面的蕊丝可以在咱们的鹅黄色里边啊，再加一点都可以。我继续点它，它的尖尖啊，尖蹦的地方可以看，蹦出来几个都可以，看，让它出来几个，对。看现在看到哪里姿态不够的，咱们可以再加它，都可以。你看，给它每一个缝隙都点一些，让这个蕊丝呢更加的漂亮一点，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啊，就是点蕊丝的时候，
咱们错落有致的，你看让它点一下，多的少的也都无所谓啊。那么到这一步完了之后，咱们又要用咱们的2号笔了啊。2号笔我要画蕊丝了，连接它的这个，把刚才的尖尖点了，现在呢咱们要连接它。连接的时候，我用一点点烟紫色先调到咱们2号笔上边啊。调完之后，那么下来要用什么颜色？咱们要用墨色了。你看，调完之后，咱们笔尖上是一点点墨色。那么这个继续啊，继续看过来，你看，我可以看把它半包一下。你看钉头鼠尾啊，小的钉头鼠尾。那么这一步啊，咱们画的时候就注意一下啊，小的钉头鼠尾，而且呢，每一个啊连接的地方都在哪里？在咱们这个朝向都在咱们的莲蓬根根啊，这个就是说。它虽然长长短短的，对，没有规律，但是呢，它最后连的方向要连到咱们的这个莲蓬这一块啊。那这个我就点一下都可以啊，让它有一个变化就可以，很简单。在这一步花画出来以后，咱们就要到最后的收拾了。还有颜色，还有咱们的盒杆的部分啊，咱们没有画完。那么盒杆调的时候啊，看。钛青蓝和咱们的墨汁，你看，还有咱们的这个灰灰的这个颜色都可以啊，这样调一个灰灰的颜色都可以。这个今天啊也没有强调大家。那么现在你看笔锋，我把它刮一下，刮成扁的了啊，刮成扁的之后，咱们继续看过来，笔尖上啊，那么要调什么颜色了？对，这个就是侧锋，你看侧锋两边灌墨汁。那么首先第一个盒杆。这块啊，咱们上边你看从哪里走？从这里我要走下来，这从这里，然后呢有一个遮挡的关系，咱们不管它，这个从哪里看？从这里穿插过来，让它这个从叶子后边再走过来，因为这个花咱们就看不到了，是吧？看不到了，咱们但是呢，你看。盒杆虽然看不到了，咱们还是有给它要画下来。你看，这是正对着这个荷花有一个。那么现在啊，再继续前边小的这个花苞看过来，咱们就要给它画下来了啊。我呢给前边这个花苞从这里走，你看，给它从叶子前边又穿插过来了。现在再继续看荷杆，那么。墨色的变化，现在咱们最重的是这个盒杆了，是不是？它要从哪里走？咱们继续给它交叉过来，你看，对着咱们荷花这个星星的地方，这个因为它这个叶子比较重一点啊，那么咱们就给它穿插在这里。那么前面这个因为是花苞，所以这个杆子的颜色呢就稍微淡了一点点。那么现在你看，还有这个叶子没有画完，是不是？这个叶子的正对，你看。那么这个出的时候就看过来了，我就要从这里出来，所以说每一个盒杆的变化啊，要有一点点变化的，不能说让它直直的、直戳戳的过来。那么现在咱们是盒杆的位置，还有一个小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小的啊，看过来只需要看笔根上，咱们来一点清水就可以，就是刚才调的颜色，我沾一点点。那么这一笔从哪里走？看过来，咱们你看，从这里。下来，让这里出一点点。好，现在所有的盒杆咱们都画出来了。那么看过来，小刺怎么点？盒杆给大家就是画的时候啊，给大家就是也看到了，这就是咱们到创作的时候会给大家讲什么，讲这个怎么去把这个构图构到一块啊，怎么就是画的时候这个画面上要注意什么。你看，今天咱们这个是笔尖上小刺儿，那么点小刺儿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让它错错落落的点它的这个小刺儿，而不是说大家看到密密麻麻的去点啊，不是密密麻麻的去点。现在你看一个点了，咱们继续笔尖上来一点墨汁，从最前面啊，最重的地方，你看点它，对，这一个一个荷叶点，到下边你看就点的时候啊，很错落的去点它。那么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咱们
这个还有一个叶子。下来这一个一个的这个核杆去点它啊，你看压一下提一下，地线咱们每一个的这个枝杆啊都要点到。好，现在还有咱们的红核，还有小的这个。那么不是说叶子画好了，花画好了，你看怎么让它最后还有一个层次感，这就是咱们下一步。现在后面看过来啊，我要给它调一个稍微灰一点点，发一点紫颜色的蓝颜色。这个呢就是里边啊加了一点点什么颜色？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胭脂色。这一边从哪里走？你看，我现在用的是咱们的这个啊比较小的5号笔。那么这个你也可以用咱们的大笔都可以啊。我现在再继续让它这个颜色呢再发一点点啊，稍微带一点紫颜色。那么你看，这个就是说咱们一笔下去以后啊，它这个颜色就会有变化的。让它稍微给它发一点紫颜色，让它后边把咱们的这个红颜色荷花呢，你看更衬托的，是不是？啊，这里你看笔锋上的颜色，对，这就是越来越淡了。这里再上去，你看现在看到了，咱们就是调整的时候了啊！咱们整个画面我就要调整它，整个画面调整。在哪里？我在这里再给它来一点点紫颜色的啊，那么整个池塘再给它有一个变化。这里再给它继续。那么现在的墨色就很淡了，是不是？你看我笔上的墨色就非常淡了。给它有一个灰灰的颜色了，整个画面咱们现在调整，给它前边这一块啊加一点点水草，你看，这用咱们的墨色，看重墨，现在看过来咱们的重墨，我要把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叶子破一下，你看一笔下来看过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你看重墨，刚才咱们调色盘的重墨。所以说，让咱们的这个前边再给它来一个重颜色。画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去画啊！那么为什么给大家说，到了大写意的时候，你就要放开咱们的手脚去画它，因为知道了调色了，是不是？那么所以到这一步啊，就你看，现在咱们把这个，我把这个小的这个叶子啊，这个水草叶子，我给它加了几个重重的颜色。这个是咱们前面啊画一点水草，把整个画面有一个层次感。那么通过这几笔深深的重墨，一下子你看最前边的中景、远景一直给大家拉下来。现在呢，咱们把这个花的款落一下。那么落款的位置，我们落在这里，因为下边你看不能落啊。那么所以呢，落到这里。因为这是一个红颜色的荷花，那么咱们落的时候就给它提一个名儿，提一个明红。人云秋。立生座，这个也可以写立生画，这个都可以啊。那么下面落章的时候，记着啊，咱们垫一个纸。好，那么现在咱们这边落好了，这块
我们可以给它录一个闲章啊，这里也可以给它录一个闲章。把这个角角压一下，这个呢也叫压角章。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画呢，最后就全部都完成了。那么下一节课咱们再见。